吴先生27岁，来自安徽，公司职员。李女士29岁，来自甘肃，酒店前台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。你说你们从认识到结婚4、5年了，是吧？对。啊，怎么认识的呀？是微信附近人。 我加了他，然后呢，就因为我比较喜欢爱聊天嘛，然后经常跟他聊天，聊了应该有半年吧，确认男女朋友关系。然后呢，一起跟我回了老家，在我们老家待了1年后，然后才结的婚。哦，你们现在在哪儿生活和工作？现在工作生活都是在广东那边。哦，在广东那边。对，哈，怎么收拾你啊？小片里说收拾你。他现在跟以前就是变化很大，像以前吧，就是。 脾气也没那么大，我哄一哄他还能接受。而现在呢，因为我们俩上班时间是有一个时间差，我是白天上班，他是晚班比较多，然后一般家务都是我在做嘛。一开始的时候搞卫生呢，他回家会说，哎，老公今天真棒什么的。现在呢就是什么呢？回家过后开始很严苛的去检查，一丁点不合格就要处罚。你是酒店前台是吧？对。前台不管查房吧？ 不管，但是前台前面的那些卫生都得我们管。哦，所以回家也是按这个酒店标准来的是吧？也没有，之前的话他搞卫生啊什么之类的，他会很认真的去搞。现在的话他根本就不搞卫生，而且我晚上下了班之后还要陪着他一块搞卫生。也就那么1、2次没搞，而且呢，你那个处罚方式，还有你那个检查方式，根本是没办法去理解。主持人你知道吗？他那个检查方式是按照上司检查下属的那种卫生，拿个手电筒。 往地上一照，如果有一层灰尘，或者是台面上有一根头发，那就算不合格。哦。而且他的处罚方式呢，也不知道他是从哪里看到的，画2维码。画2维码？对，手画2维码，而且还必须得扫得出来，就是微信一扫能滴一层，不滴的话，今天晚上就别想睡觉。画了很多次了，我还带了2张，就是意义最深刻的2张。这是画的吗？手工画的。啊。 确实是手绘，啊，绘的不错啊。然后呢，那个红色的，你稍等一下，我让他们来验证一下啊。来，能扫出来吗？真能扫到啊！上面写着棵，什么字儿啊？一棵树的棵啊，是手绘的吗？是手绘的。我们让观众验证一下。扫出来了吗？能扫出来。能扫出来哈。 啊，是手绘的，因为可以看到那个边际上就是有画出来那个线。啊，在家里也这么处罚男朋友啊，这是一套戏的人啊。如果发现了台面上拿手电照过了有头发，就要绘2维码。对，然后呢，他这个因为有2份嘛，为什么这2份印象比较深刻呢？有一张那个红色的，可那张是扫不出来的，那是我第1次画的啊，那是我第1次画的啊，因为很不合格吧，扫不出来。然后那天真的是。 半宿没睡，怎么哄也哄不好，然后没办法了，当晚我就在沙发上面睡了1宿。然后呢，这是你独创的吗？手绘。对，我就是想给他一点教训。哦。他每一次都不听，每一次不去认真的对待这件事情。好。我们平时上班的时候都是这样被检查的，我们都能做得到，你为什么就做不到？你们酒店处罚人的方式也是手绘2维码是吗？没有，那是第2天回来重新返工搞卫生。你让我第2天返工也行啊，为什么要画2维码？ 行，我听明白了，我们愿意接受处罚，但是换一个方式啊，就基本上大半宿就睡不了觉，是吧？对，这打扫卫生的事儿我们听明白了，还有什么让我们意想不到的？还有就是我们俩结婚现在还没有孩子嘛，然后就会养些小动物。有一次我接他下班回家，然后家里的狗因为狗比较大嘛，然后就往我身上扑了过后，然后我就不小心推了它一下。 推了他一下过后，然后他摔在地上了。摔在地上过后，然后他反手就给我1巴掌。那你养了那么久，你就不心疼吗？回到家的时候，狗狗看到我们很兴奋，所以就2个爪子就趴在他的肩膀上，他直接一推，直接那个脑袋就碰得咣的一下。我想都没想那么多，我就给他1巴掌。那不至于就动手吧？而且真的是，他是属于下意识的保护了狗狗，直接给我1巴掌啊！但学的不是你啊，那是狗狗啊。不是，要狗狗把它扑出来了，你打狗吗？ 不打啊，不打。狗狗是小孩儿哈，他是大人，小孩可以不懂事，是这逻辑吗？对，狗狗我舍不得打。那猫呢？家里的猫，它真的是犯了错了呀！我回家看到猫把垃圾桶啊，还有桌上的东西全部翻得一地都是，我是不是生气？我生气了，是不是要教训它一下？然后你怎么说？就因为我打了2下猫，然后你真的是几天不带理我的。
那你不可能就是狗狗犯错了你也打，猫猫犯错了你也打，你就不能好好的给他说吗？你怎么让我好好说？是我能听得懂猫语，还是猫能听得懂我人话呀？你让猫和狗画二维码。毕竟就是自己养的嘛，给他好好说啊，不一定非要去打他嘛。那我跟你道歉，我以后也不打他。那我跟你道歉了，你为什么还死咬着不放？上班给你发信息也不回，反正一下能发好多信息，最后给我回了一句：“你再给我发，我给你拉黑。”你说让我怎么办？那本来就是我在上班，难道我就一天拿着手机就在那里给你发信息？那我不工作了？你好歹给我点反应吧！我不怕你跟我吵，但是我就怕跟你说任何话不理，一点都不理睬。而且现在我特别怕他生气，现在包括下雨出门，我宁愿淋着雨我都不敢打伞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容易忘了拿东西，就是我拿个伞出去可能丢三落四。对。他很多东西就是出门的时候带的好好的，回到家里面他就自己就回来了。他出门的时候带的伞，回来的时候就淋得湿透的回来的。前面那几次我可以跟你好好说，那你听过吗？所以说我后面为了不让你生气，我不带伞了呀。我哪怕淋着雨，是不是我不带了，我不会丢，不会丢你就不会生气了吧？重点在于是在乎伞丢了，还是在乎他被雨淋了，姑娘？重点就是在乎他被雨淋了。那后来他不带伞了，每次都淋回来，你还骂他吗？没有。那看来还是重点在伞吧，对吧？你这个是不是？没有，我就想着你看他带什么东西出去都带不回来，万一他哪天我跟他一块出门，他把我给弄丢了。怎么可能嘛？你一大活人怎么能把你给弄丢了嘛？他现在就是这个样子，总爱挑我的刺。而且他现在变得也不像我们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了。你看我们俩现在就是结婚也快2年了。结婚后他根本就没有送过我什么任何礼物。反过来呢，我还得给他发红包，老公节日快乐，结婚纪念日快乐。我倒是想送，他每天给我50块钱零花钱，我哪还有多少闲钱去给你送礼物啊？那有时候还给100了。一天花多少啊？吃饭、坐车，然后呢还有烟钱，就包括这50块钱之内，那些日子啊、纪念日啊什么的，不是我不记得，我是没有办法去给他买什么礼物。我给他发个红包，他哪怕买1枝花回来，我不像其他人一样要很大的一束，他给我买1枝就好了，他连1枝都给我没有买过。我没买，但是我拿那个红包的钱，我就买点菜啊什么的，在家里做个饭，然后等你下班回来，是不是我们吃点饭呀什么的？那你每次都这个样子，所以他那个起点是不一样的。他是说我发给你红包是专款专用，要买花的，这个理解是你看。咱们吃点饭更浪漫。他现在根本就是一直都说我的错，我的错。他之前的话还跟女性搞暧昧，你知道吗？有一次的时候是，那天我就是没事干，我拿着他手机玩，然后他就买了一个器材，跟那些客服小姐姐都聊得很开心，跟别人分享他平时就是去干了什么啊，或者煮了饭啊什么之类的，他都会跟别人去分享。这些东西都是你追我的时候，跟我谈恋爱的时候分享的，你为什么要给别人分享呢？这个我解释一下，是因为那个时候呢，我买了，他是售后嘛，因为我不会组装嘛，然后肯定要加他微信，教我一下怎么组装啊。然后那个时候呢，我做的工作呢是做服装的。经常会在朋友圈发一些衣服呀或什么的，他呢也从我这里买过几次，我觉得他是个潜在客户，然后我就觉得跟他成为朋友，然后他以后呢能从我这里给我冲业绩，对不对？那你这个就是为了业绩，那有一个呢，主持人你知道吗？有一次他回到家，他要饿了点外卖，他拿着我手机在点，我就拿着他手机在那里发，有个女的就给他发信息，在吗？我要原图，但前面没有任何聊天记录。然后呢，我就问他，我说有个女的找你要原图，是什么原图？他说我不知道啊，所以我就拿他手机用微信问我说要什么原图，然后那女的就说我要的原图难道你不知道吗？然后他就把手机抢过去，然后他就发了一段语音呢，我刚接完了我老婆回到家，要什么原图？然后那女的就说是哎不好意思打扰了，那他们2个之前肯定有聊过天了，不可能直接有要原图的吗？哦，就是聊天记录被删了，是这意思吧？对啊。但是他现在的话就死活不承认，他就是之前有那个聊天记录。真的没有聊天，我都不清楚。我也是问了他，我说要什么原图，然后呢，他那边说你不知道就算了。然后呢，他那个时候已经在生气，然后我说这样吧，那我把他给删了行不？删了拉黑了行不？然后呢，我就把他删了给拉黑了。然后当时呢，我连我那个女老板，就是反正那个时候就是因为她在生气嘛，我说我手机里所有女性，你看哪个不顺眼，我全部给删了。那你不要提你那女老板了，提起你这女老板我更生气。她去那个公司上班没多久，
他女老板白天打电话，那我为了工作我可以理解，晚上大半夜的2点多还给你打电话发微信，我是不是没有回过？半夜他打的电话，我是不是没有接过一个电话？就是因为我怕你想多，我都不接。最后他打电话给我老婆了，打到他手机上面了，因为之前吃饭也见过嘛，公司聚餐什么的，然后打给他了，就是因为他喝多了，想让他去接一下。那他还不是想让你去接他？但是我难道他就没有其他的朋友吗？所以说我就是怕你误会，我压根电话都不接，我第2天可以跟我们老板说，哦，昨晚睡着了。那你不接电话，我肯定觉得你心里面更有鬼。那我接也不是，我不接也不是了，我也就是有问题。还有什么吗？他女老板这个还没说完，我们去接了，还没完呢啊。对，接完回来之后，我们2个就把他送到家。送完之后，他躺在床上就盯着他给我说了一些话。他说：“要不你就跟他离婚吧，你看他长得又丑又黑，要不我给你找吧。”他说这话的时候，他是盯着我老公给我说的这些话。那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那他不喝多了，我怎么知道他说了什么呢？有这样做老板吗？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下，他说出来的，我哪知道是什么？现在还跟你老板干吗？现在我早就不干了，那个也删了，也拉黑了。他现在呢，就是一直都这个样子。我现在的话就是想回家。他现在就是不愿意。回哪个家？回他家。哦，回安徽老家是吧？对，他现在的话就不愿意，一直很自私的，只想着他自己就是发展啊什么之类的。在这边因为工作什么的都稳定了，你呢也马上要升职，对不对？在这里拼搏了这么久，好不容易现在稍微平稳了，然后呢生活也比较稳定了，然后你说要回老家，回老家什么都得重新开始，你不觉得这么回去了很可惜吗？有什么可惜的？咱们可以陪在母亲身边啊。你为什么就不愿意回去呢？因为他爸爸不是去世了嘛，家里面就只剩下他妈妈一个人，所以我就想着就是我们回去也可以陪陪老人。那我为他做了这么多，你看我升职的机会我都不要了，我都愿意陪你回老家，你为什么就不愿意回去呢？我也是因为家里父亲去世了，家里所有的担子都在我一个人身上，我也是想闯一下，能让自己担起这个家而已，我只是为了这么一点。我问一句哈，就除了想回家照顾老人之外，还有没有另外的考虑？比如说花花世界诱惑很多，可能回了老家就好一些，有这个考虑吗？就像之前的话，就是我们2个人就是一直都没吵过架什么之类的。结了婚之后去广州，来了之后就经常的吵架，而且现在呢矛盾越来越大。我们2个人才结婚不到2年，现在就已经这个样子，那以后的日子我该怎么过呢？你不觉得你现在脾气也变了好多吗？自从来到广东过后，一丁点小事儿你都会把它给无限放大，而且呢，最主要的是，不要那么冷漠吧。我记得有一次我失业了，本来就难受嘛，然后跟他说：“老婆，我失业了。”他拿着个手机，这样说：“哦，然后呢？”然后我当时根本就不知道我该怎么回，本来心里就难受。然后呢，我说：“那老婆抱一下行不行？”他说：“好。”那我不是抱了吗？你是怎么抱的？手机拿着过后。反过来，这么拿着过后，对我是抱着了，你手机还是拿着在那里看。你知道的，我不会安慰人，但是我去上班的时候，我还不是给你发了一条信息，我说老公没事，我的工资我还可以养得起你，你可以好好的调整一段时间再找其他的工作，那我不是也安慰你了吗？我问一句啊，没记错的话，你们婚后有1年生活在他的安徽老家是吧？对。那段日子在你的记忆当中是非常美好的。是吧？虽然说是我们没有很多的工资啊，但是我们俩过得很踏实、很幸福的。所以你是觉得说回到了家乡，这一切都会改变是吗？我觉得是这样的。就会回到原来是吧？对。男生的想法是什么呢？我想法就是再拼一段时间，让自己手里有点积蓄，回去过后了，哪怕做点小生意，什么都可以。这次是谁想来这个节目的？其实我们俩都想来。都想来。对。目的是找到曾经的那段爱和感受是吧？对，也不想就是经常这样吵下去，我怕就是吵着吵着2个人就这样散了。好了，我们听听老师们的意见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被你们一开始那个二维码啊，差点带跑偏了，知道吧？那二维码还挺搞笑的，后来发现有问题啊，问题和女生想的其实有点像啊，是男生确实是变了啊。对。那为什么变了呢？我给你们简单解释一下啊，就是你们2个人以前形成了一种稳定的情感模式，就相处模式，你们是稳定的，在以前来广州之前。
但是呢，有一个问题，就是稳定的情感相处模式不一定是健康的。比如说，某一个男生他对这个女生漠不关心啊，然后对他也不是很好，但这个女生呢就死活都离不开他，他不健康这种情感模式，但他很稳定。你们以前也是这样，就他给你权利，你可以肆无忌惮，但是现在的问题在于他有一些不愿意了，这是一个。第二个，人是一定会变的。你以为他在小地方他就不会变吗？一定会变的，因为人生是动态的。你刚才说我们结婚才2年就变成这样，以后日子怎么能过下去？我倒觉得你们以后日子一定能过下去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也在变化，未来的一切都在发生变化。我给你最大的建议是什么？把自我的情绪和家庭的方向融为一体，真正的去关注家庭的方向，就好像你跟他说话的方式一样。我都愿意回老家，你为什么不愿意？你说出这句话的时候，我觉得你不了解他，你也没有试图去了解他，他为什么不愿意，你为什么会不知道？按你的话说，你跟他结婚2年了，你为什么都不知道他为什么不愿意？凭什么？因为你愿意，所以他必须要愿意。他不愿意，一定有他的抱负，有他的梦想。你的不安全感来自于你自己的情绪。记住一句话，安全感是来自于你内心的强大、内心的自信和对于整个家庭的掌控，而不在于他做什么。否则他就算画1000张2维码也带不给你安全感。就这样。谢谢陆琪老师。其实我还真的觉得你们的婚姻是有挺大的问题的。就女生从头到尾所有的讲述给我一个感觉，冷。你看那个2维码多冰冷啊！我倒宁可说你惩罚他的方式是说你带狗狗出去跑3圈步之类的，很冷。其实靠收敛感情或者是冷漠处理，不能够让你掌控这段感情。我们如果说在一段感情当中能够不是被动，是主动的去拥有或者是推进，一定是我们敞开内心的。所以你要想想，既然我们选择了这段婚姻，那我们是不是能够转变自己的行为方式？我希望你能够暖起来。而男士，其实你的问题也挺大的，你在整个的讲述中就是一个字：躁，特别的毛躁。作为一个家庭中的男主人，你想让他有安稳的感受，想让他给你温度，你得自己先立起来啊！你说你因为老丢伞，所以宁可我去淋着雨，这多像3岁小孩的行为。怕妈妈骂说：“哎呀，你又把伞丢了，好吧，那我去淋着呗。”一个成熟的男人，一个能给女人安全感的男人，不是这样做事儿的。你什么时候把你的毛毛躁躁这种不安稳的状态改变了，其实真的是能让他暖起来的机会。我倒是希望给男生一个建议啊，以后对你的妻子不要总用那种黏着她求关注的方式，你越这样，她越打不开心扉。等你真的成为他的依靠，他有心事想跟你说，他有要求会跟你提，他愿意你帮助他完成他完成不了的事情的时候，其实你们的心才真正粘在一起。成长是每个人必须之路啊！我希望你们能够携起手来，一起成长，真正形成一个幸福的安稳的小家庭。祝福你们，谢谢。其实呢，结婚之后夫妻之间呀，吵架其实很平常的，这个问题我觉得不大，因为你内心深处，你只要笃定的坚信对方是值得信任的，这些所有的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。而在你们之间呢，我觉得最关键的是女生慌了，女生害怕了，女生就把所有的这些问题就给无端的自己的放大了。其实你想从广州回去，你是想找一个人帮你去管住他。这个人是谁？是他的母亲。你自己现在觉得可能要失控，外头的异性有了一些对他的或多或少的这种吸引，所以说我要回到我的安全的地儿，找一个外地，找他的妈妈来帮我一起管住他，这是你内心想的。所以啊，一旦你发现这些问题，你慌了之后，你就动作应对变形了。比如明明你其实是喜欢他黏你的，你偏偏要做出我就冷漠的回应，显示我的强势。
我家务为什么一定要用手电去照着管你？因为你得听我的，这个家里我说了算。所有种种这种外强中干的表现，其实达到的效果呢，恰得其反。你有什么你就直接表达嘛。你回到老家解决问题了吗？所有刚才说那些问题还都存在，反而你又制造出了一个新的问题，因为人家不想回去。所以说有什么话就用正常的方式去表达出来。本身你们的见面时间就少，那何不抓住有限的机会去好好的沟通，说出你的顾虑，说出你未来的打算，让他能够做一个正确的理解，并且正确的改变，总比又制造一个新的问题，说回老家这个问题来的要好得多。男生理解吗？他所有这些都是因为爱你，都怕失去你。他表达出来所有的强势都是一种过激的反应。比较这一点，你就要管好自己，不要让他那么担心，多一些沟通的这种机会。你刚才说的种种都是他对你的冷漠，其实我想你也同样冷漠了他，他需要你的关注，他很慌，你们都调整一下，我觉得会很好，就这样。谢谢。控制与被控制就像硬币的两面，你在控制别人的同时，其实你也在被控制。爱情保卫战录了这么多年，在这个场上也有嘉宾哭诉、抱怨、委屈，但是头一次有这样的一个男生，苦口婆心、满脸的无奈，甚至有点绝望的向你说那些自己内心的委屈，但是你居然无动于衷。我不同意严老师的话，说这个男生不成熟，没有力气了。婚姻当中充当大男子汉的那种人多了，恰恰是很少有男人愿意拨开自己的伤口给你看，来展现自己的柔弱。男人为什么就不可以黏你呢？为什么就不可以向你示弱呢？为什么就不可以亲口告诉你，老婆，我想抱抱你，我需要你呢？相反，这些话你从来没有说过。你是跟他说过吗？老公，我也需要你。老公，我现在有点害怕。你从来没有说过。没有。我怕你变了，我怕你的那条微信，你从来没说过。你假装坚强，你为什么不可以把自己的害怕、软弱、伤口给他看呢？如果你愿意展示你的柔弱，他瞬间就会表现出男性的坚强。夫妻之间就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，你老是一副坚强不屈的样子，而事实上，其实你内心是忐忑的，你没有对他敞开心扉。一个男人愿意把自己的心掏出来，什么事都愿意跟你说，把最软弱的情绪展示给你看，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品质。现在很多男人就太不会说这个东西了，天天凹成一个男子汉的样子。当然了，这种事也不能太多啊。不能像个女人一样，所以当男人向你们掏心掏肺的时候，你又说你不要，一个巴掌给你过去，你还不如狗重要。尤其是他失业的那一段，固然你回的那个信息，好像能够给他一种安慰，好像是家庭的责任和支撑。老公没关系，我的钱还养得起你。这种话好像是有一种同舟共济的那种激励感，但是对于他而言，他可能那个时候就需要一个那样的拥抱和那种理解，你为什么偏偏不能给他呢？所以，不要给对方不想要的那些，给对方最想要的那些东西，好吗？好。你笑一个，你待会儿说话对他温柔一点。祝你们幸福。说了。好，谢谢涂老师。其实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都要成长，女生有一个瞬间是最动情的，那个瞬间是。我都为你放弃了升职机会，我要回家去照顾你的老母亲，你却拒绝了我。一说这个事儿，他就要掉泪。这个在我看来，那是你认为的好，对他来说可能不一定是好。所以夫妻之间是商量嘛。经常哭吗？没有啊，很少见到哭哈，这是性格嘛。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一个人的性格，性格既定养成了，两个人又想一辈子走下去，剩下的就是打磨。换而言之，就是老师们刚才给的那个词，叫成长。对于女生的成长来说，你要更加了解这个男人的需求是什么。对于男生来说，情感的宣泄释放是需要的，但是尺度还是需要做一个预判的。明明知道这个人他不喜欢这样，
你老这样的时候，就是对彼此的消耗和伤害，对吧？好了，接下来时间留给你们，一起进入抖音真情60秒。今天听了老师说这么多，我也知道我错了。其实有的时候我也挺需要你的，我知道你累，所以我就不想让你就因为我而更累。我希望我们两个好好的走下去，好好过以后的日子。我也知道我自己也做错了很多，也有一些不清不楚的事儿，但是我现在已经在改变，我以后呢也会变得更好，更去理解你。然后呢，我们也希望能走到最后，然后也希望你能多多理解我吧。我会理解你的，但是我们两个以后把手机放下，好好的多沟通，行吗？可以，以后我们就珍惜在一块的时间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就要打开我们爱的记忆箱，看看这对年轻的夫妻在记忆箱当中存着怎样爱的记忆。女生那个放的是什么呀？他那个是我们两个结婚前他给我写的保证书，我希望让他好好的读一读，他之前是怎么保证的。保证啥呀？念一遍。保证书，本人在此做以下保证：第一，家务全包；第二，工资上交，零花钱老婆随意给，无怨言。你可有啊？刚才说了。第三，50。老婆说一不说二，说三不到事儿。第四，去哪儿，全部要上报。不喝酒，老婆说回马上回。第五，不能做对不起老婆的事。以上保证全由本人自愿所写，保证完成。啊，行。女生呢？她那个算是个惊喜吧。哦，因为我们结婚到现在还没有去拍婚纱，这是一个婚纱照的订单。哥们儿，你这钱从哪儿来的？一天就50，每天省出来的。我看看这多少钱呀？订单是2000多。哎呀，咱2000多块钱不容易，没别的小金库吧？没了。谢谢两位，来，请回。来，请关门，看这对年轻人自己的选择吧，请开门。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话筒，有请。我们一起来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，各位请见证。没有谁能把你降临我身旁，其实我的只是天使，为我能独占，没有谁能取代你。除了礼物之外，还有您手绘的二维码啊，请珍藏啊！谢谢两位，请回吧，祝你们开心。谢谢老师。哪里还需要别的愿望？